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阪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阪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阪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第2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阪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。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了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1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子。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僧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，特别好吃，卡哇耶。回说到我们斥巨资登上了海洋光谱号，探秘了它的内部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艘船上的名门贵族都吃些什么。其实我也很好奇。整艘船的餐厅其实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是免费的，一个是付费的，总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9家餐厅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看最大的那个主餐厅就是免费的，就是说你只要买了船票，不管你在船上待多少天，你去了就直接点菜。它这个类似于标准的法餐的点菜方式 ，serve and turn。前菜是3只小白虾，但是为什么配着番茄酱？然后就是5颜6色的主菜，它是菲力配着一个龙虾尾，一堆蔬菜和土豆泥，牛排其实烤得还比较香，好奇它是不是刚从海底捕上来的。西兰花你们要吃吗？给你们吃后，一整个龙虾尾，肉身还是很弹的，蘸一下黄油酱，吃起来是一种黄油焗虾的味道，真是简单纯粹的快乐。最后的甜品是一块巧克力蛋糕，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啊，它每天都有，你还可以叫到房间去。你要是一顿没吃饱，直接下一家。当你坐在这里，你就会感觉有点不一样。这是一家牛排馆，它这个餐厅主打的就这个高端，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富人们聚会的地方，非常的正式。一上来还有法棍，有谁知道为什么法棍会做成这个形状吗？可以多涂一点黄油，因为毕竟你都上船了，不用担心胖不胖的问题了。然后还配了一个奶油龙虾汤，真的很正式。你其实怎么吃它都可以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奶油汤渗透到面包的每一个气孔里，而且它那个汤是勾了芡的，喝完之后虾头和奶油的香浓还会留在你的嘴巴里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没出息。然后上了一盘芝士螃蟹肉球，味道其实很像螃蟹肉做的沙拉，但它里面是面包糠和土豆，就是蟹肉可乐饼，你们吃过吧？活到150岁的味道。这个是朋友点的黑松露香菇汤，它是花生黑芝麻露的感觉，但是带着很浓的坚果味。会有一副尺寸非常夸张的刀叉。接着就是我们的主菜，我点是他们家最好的战斧，它煎的特别的爆油，周围的空气里都是牛油的味道。黄油把表面烤得微微焦脆，切开之后能很明显的看到肥瘦，蘸上一点红酒酱，蘸了红酒酱之后的风味会更浓。战斧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鲜味感，你把肥肉和瘦肉切在一块儿，就跟北京烤鸭要把肉和皮放一块儿吃一样。这样肥肉在你嘴巴里化开的时候，就会包裹着软弹的瘦肉，在你嘴巴里迸发第2次香味。果然跟肥肉一起吃是最好吃的。就是菲力跟它比起来，显得有点中规中矩。战斧永远是最香的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付费版的熔岩蛋糕，我喜欢吃里面的热可可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在这里吃的每一口饭，在海上的位置都不一样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有一种很洋气的感觉。19家餐厅里面还有17家我们没去呢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喽。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卡哇呀！怎么是这个颜色啊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吃饭从来不迟到。今天我们终于要挑战一些好玩的餐厅了。这家店叫仙人小屋，它是一家专门吃鹿肉、熊肉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家所有的肉都是在日本合法养殖的，所以不会对大自然造成任何的破坏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家店又在深山里面，因为他家的养殖场就在深山里面呀，而且他家还罕见的不能预定，又因为熊肉每天是限量供应，所以我们只能早上7点钟就过去排号。幸运的是排到了第一个，我现在就等他叫我的名字。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在下雨，所以今天只能参观猪圈。那个阿朱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店里的入口就会给你来一下，不知道是雕像还是标本，反正挺瘆人。菜单就是放在门口的一个板子，还有咖喱，熊肉咖喱。我们这点的是雄鹿的烤肉套餐，它这个颜色长得真的很奇怪。
我们现在烤一片鹿肉吧。鹿肉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，这次我们还特意挑的是脂肪比较多的那种，就烤出来的味道会比普通的鹿肉更香。枸杞乌骨鸡汤，你们知道那个味道吧？鹿肉本身就很接近那个味道，而且烤出来也不会觉得很柴，反而脂肪的那个地方特别的下饭。可以在快要烤好的时候撒一点椒盐，虽然味道也很好，但这样就吃不出来鹿肉本身的鲜味了。这是一坨特别肥的鹿肉，我肯定吃起来超香。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熊肉，看上去就觉得很一般，你用筷子把它夹起来你就知道，这个肉肯定很柴。我不确定是那个汤汁的味道还是熊肉本身的味道。我来试着客观的描述一下那个味道哈，就是特别的难吃，像过了一遍水的干牛肉。我们再试一下直接烤的，这几片肉就是没经过任何的调味，烤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很像牛肉？但它比牛肉难吃多了，它像是把阿司匹林磨碎了之后涂抹在了肉上面。这次我们是按照老板娘推荐的方法来吃了。肉非常的坚实，而且越嚼越苦，这 0.5 倍速吗？就算你撒了椒盐，也盖不住那个苦味，感觉嚼完一片之后，我连咬肌都练出来了。哎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拍个封面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鹿肉真的很好吃，熊肉我个人是不推荐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嘴巴里都留着那个鹿油的香味。阿基推荐指数：鹿肉9分，熊肉5分，就这样吧，卡玩意儿。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，主要是因为没动力。但是今天这家店传的实在是太凶了，又到了吃早餐的日子。这么早起来的动力还不是因为这个米其林3星。米其林3星的早餐那可太装逼了。你们知道拿到3星有多难吗？就像是我们这边塔被推完了，然后我们的辅助一个人去偷塔，还把对面水已经推了，好像不是很恰当。但总而言之，就是3星的店非常的少，全球范围内都很少。这个我的铺垫越来越长了，我们到门口了。嗨。不愧是京都的7大名店，他家有400多年的历史。400多年前你在干嘛？德川家康已经统一全国了，而你还在纠结怎么牵隔壁同学的手。早饭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有一说一，他们家的餐具是真的很精致。第一个是可以拆分成3层的葫芦器皿，第一盘里面有半熟蛋、油菜和蚕豆，还有一块鱼饼，叶子包着的是未知食物，也就能塞个牙缝吧。浅尝一下，半熟蛋煮的还是不错的，蛋黄由外而内，是凝固转为溏心，还可以，口感温润甜糯，甚至像在吃布丁。再来块鱼饼，普普通通；吃一口芝麻油菜，普普通通；再来颗蚕豆，普普通通。哈哈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放屁豆。下一个谜底揭晓，叶子里面包的是2块很小的甜鲷寿司，会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这个葫芦器皿里面的第一碗绿色的是青玉水芹和魔芋豆腐，吃进去清甜脆口。第二碗是清蒸鲈鱼，里面配了海藻萝卜泥，整体味道会有些清淡。那今天哪个菜不清淡呢？第3碗是当季的食材，里面有清煮的鱼豆腐，还有鲷鱼和笋。像一个僧人早起修行。但是豆腐海带汤啊，日本人的早餐标配，成都人吃到这里感觉自己不会再快乐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到了他们家的重点，就是这碗粥。他家最早就是靠这个出名的。那个时候很多艺妓在通宵之后就会很喜欢来喝他们家的粥，久而久之就出名了。他们熬得非常的粘稠，米汤都已经熬成了奶白色，米粒都已经绽开了。旁边那碗装了一碗调好的料汁，淋到汤上之后有点味增汤粥的感觉，再配上旁边的小菜，感觉和国内还不太一样。他们家是把菜都吃完了才把粥给你端上来，有种为了一碗粥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。出茶凉粉出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一顿下来其实还有点贵，但真的非常的朴素清淡，但是却又温暖舒坦。毕竟他家是全世界米其林3星店里面唯一一个卖早饭的，所以如果你来了京都还有力气起床的话，可以来试一试这家店。哇，困了我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啊，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哎，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，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一是因为第一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，无语。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啊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我妈卡塞的感觉。哎，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，这2片很厚的就是舌根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，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2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他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就是特别的韧，就是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2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
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。这个是吃到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因为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2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2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的肉觉得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2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哎，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2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2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看。